今天吃的不是饭，是奶的面子。奶家来且了，老同事串门来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落到家里伙食了。我听着我奶应该是偷着回屋给我打的电话，让我晚上安排一下子。哎呀，这内卷都这样了吗？都给老太太卷进来了。既然进来了，谁也别想好好出去。酸菜汤里多下点肉，把咱这小料再倒上。看看啊，就这一筷子下去，想光夹酸菜肯定是不可能了。这一筷子夹的可不只是肥肉片子，这是奶的面子。奶嘱咐了，来几个上档次的菜，那无非就是鱼虾蟹呗，还得整点老太太在家吃不着的做法。就这个锅包虾仁，我觉得我奶这一把就能站起来。完，我告诉我奶，我说你今天再馋你也别吃肘子，你就告诉他们这玩意儿顿顿落不下，就想吃点清淡的。最后炒了2个素菜，蒸了一个南瓜红枣发糕，还蒸了几个大豆包。主要是不知道这几个老同事的血管是什么水平，我怕吃堵了，孙女再来找我来。这一桌菜啊，都是用奇卡在超市买的，家乐福、沃尔玛都有优惠。这些一共才花几十，上支付宝搜奇卡就能领一张，外卖最高能领66红包，这不得给我奶整一杯蜜月变成甜蜜蜜啊？到手才2块，这还等啥了？赶紧点评论区领吧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葱姜蟹、胡丝、豆包、锅虾、加豆、溜鱼、排骨、南发、酸白、黄蹄儿、大肘，这就给奶打包送去了。这种场合呢，我们也上不去桌，就一样留了一口。晚上奶来电话说吃的都贼高兴，完了用袋儿的、用盒的、用裤兜的，苦苦往家打包啊。奶说下回来人咱还这么办。你再说一遍，你刚说啥？我没听清。有肘子，你奶就有面。我有哥们饭店开黄了，完了非要上我家做点饭。我说你这个理由来蹭饭是不是太牵强了？他说真没有，主要现在炒不上菜了，手刺呢。好家伙，他手解刺挠了，给我们家人他妈腿肚里钻筋了都，非要在家做烤鸭。这可是家里有点地方了，一会儿挂着一会儿吹着，我的妈呀，他妈全村老少爷们都知道我家有烤鸭了。最后烤箱没使明白，整他妈雀老黑。但这老小咱说有点手艺，在他的帮助下，我完成了一份饭店水平的黄馍扣肉。这大肥肉片子谁吃谁迷糊，完了夸他2句他还飘上了呢，寻寻摸摸的给我来了一份油炸冰棍，还有开花的茄子和土豆子，还跟我显摆呢。我说你快别美了，让我妈知道你炸东西使那么些油，他妈喷迷糊你。借他这点油，我也整了几个菜。完，他非要让我跟他比一下炒饭。我刚开始炒的挺来劲，后来我想明白了，我寻我手也不次呢，我跟他扯这干啥呀？让自己炒去吧。我还倒了一罐在东北万能的桃罐头，这玩意儿在东北就是歪歪地地。这个邻家铺子我觉得是比较接近小时候的口味的，果大味儿也正。老小临走给拿了罐黄桃的，拿了罐草莓的，我说这个叫桃李美韵。完他说吃桃过敏就拿草莓的，没的，饭店就这么没的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香蟹、土丝儿、马上鲜汤、油饼、蛋饭、干牛、芝球、烤鸭、开茄、黄肉、大闸、桃梅。哎呀，这天天忙忙叨叨的，吃上饭才想起来今天我姑过生日。我说这样，我先把你眼馋这几个菜放你面前，你先慢慢秃噜，完我给你煮碗面条。我姑说咱天天都在一起吃饭，整那没用的干啥呀？他说来，你给我拔一点，我倒完罐头汁儿喝就行。我最近换季老咳嗽，就想买点秋梨膏喝，但是外面卖的也不知道成分纯不纯，所以我索性买了450斤砀山酥梨，我打算自己在家熬点秋梨膏。但是梨这个东西吧，它属于是寒性水果，我看到一个做法是把梨先血皮炒熟，然后再放到一起炖，这样就能去寒了。好家伙，这些梨血皮插丝干了10来个小时，都要给我们累麻了。我心说，要是这么折腾完了还不能去寒的话，那我只能在炖的时候放上2斤羊肉了。然后煮梨肉的时候，我还放了点大枣、生姜、罗汉果。但是接下来有个很费人的事儿，就是要给这些煮熟的果肉滤汁儿。那挤汁儿的时候，我们老卖力了，挤出来的果渣比我拉都干。后来给那手爪都拧成鸡爪了，动2下就开始抽抽。一共挤出1桶半的汁儿，不知道最后熬完膏能不能剩下半桶。然后这玩意儿煮的时候还得全程有人看着，要不然说不准哪下就偷摸自己扑锅了。所以我们快速制定了一个值班表，并且把双人床也安上了。我真是没想到熬一个小小的秋梨膏，又他妈在家打上精了。
后来我发现这放张床真行，所以我打算用朱小邦重新把这屋装修一下。装修小白就用设计我家，选择小区户型就能生成3套不同风格的设计案例。720度看实景效果都是免费的，照着装连设计费都省了。要是怕花错钱，就用智能预算，输入户型面积就能获得全面报价。人工材料费的标的明明白白，能避免很多坑。家里装修的都可以点左下角看看，就算对装修一窍不通，也能轻松搞定。然后为了增强秋梨膏的止壳效果，我还放了点川贝母。这玩意儿我一共才买了3两多，却花了我将近4000元呢。这换算下来比我命都值钱。就现在这个秋梨膏的成本呢，那别说咳嗽了，我估计我咳血都不一定能舍得喝。所以最后熬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吓死了，就生怕它糊了，稍微感觉有点不对劲儿，就立马换锅。整整熬了17个小时，1分钟没合眼，就一直在那不停的搅。那给水熬没之前，差点先给我熬没了。最后450斤梨没加任何水和糖，熬出了41斤秋梨膏，合来1斤成本掉150块钱了。但这绝对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熬秋梨膏了，这玩意儿实在太费人了。就这么说吧，第一天洗梨的时候，我看起来还人模狗样的呢。等做完所有东西之后啊，我靠，我爸看见我都得叫我一声大哥。我最近特别想吃麻辣火锅，然后平时我还爱看炒火锅底料的视频，那大锅下料感觉特别爽，所以我买了400斤调料和800斤牛肥油。我打算用前2天买的那个1.4米大铁锅在家做一次试试，看看是不是也这么过瘾。但是炒料之前有很多的准备工作需要做，这里边处理干辣椒是最痛苦的，因为它实在太呛了。我当时咳嗽的肺子都要出来了，就感觉咳一下全身都在共振。真的，就处理辣椒的那天里啊，我们家楼道的声控灯我们给磕成常亮的了。所以后来熬牛油的时候，我们就拿到院里去熬去了。零下20多度的天，熬这玩意儿差点没给手指头冻掉了。但是这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可怕的事儿，就这准备工作多到根本就干不完。就是每当我觉得下一秒可以炒料的时候，就会发现其实还有事儿是没准备好的。等我们准备好所有东西的时候，已经是第4天早晨了。就这么折腾完之后，我深刻的明白了一个道理啊，我发现有些钱呢，他就活该让别人挣去。后来就到了我最愿意看的化牛油的环节了，但这玩意儿不快进根本就看不了，因为它真的巨慢，所以化油的时候没啥意思，我们就下楼打水仗去了。但是打得太激烈了，再加上这几天在外面冻的时间有点长，回家这顿打喷嚏啊，我估计肯定是嘚瑟感冒了。完了，我们赶紧喝了点999感冒灵，这喝完算是暖和多了，要不这大冷天真是扛不住啊。但是后来炸料油的时候，我发现水汽特别大，要是这么炒料就很容易糊底，所以我们又把这大锅给搬屋去了。我当时想的是，我宁可在屋里炒呛死，也不能让这锅料有一点糊的风险，因为我是不太接受沉没成本不参与重大决策这个事儿的。要是现在跟我说让我忘掉前3天遭的罪，重新做选择的话，那还不如直接让我死去呢。不过后来炒料的时候还是挺爽的，尤其是一样一样往里下东西的时候，看着可太解压了。但炒起来也非常累，这一锅炒了4个半小时，就一直在不停的搅，都要给我干虚脱了。不过有机会能这么炒一次火锅底料，其实还挺有成就感的。虽然这活我们整整干了5天，然后做好了就都打包给身边朋友分了。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，我觉得我们自己做的这个底料比我在火锅店吃的还香。尤其是这大冷天能在家吃上一顿冒着热气的麻辣火锅，这也太舒服了。但是这么折腾完一次之后，这房子也算彻底腌出味儿了。我估计这味儿要想完全散尽啊，最少也得3年。